Hello，大家好，我是 Daniel，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了。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说一下关于 GA4 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天想介绍的内容是怎么做页面漏斗流量分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网站，这是我们的一个首页。那比如说我想分析从首页到集合页，就是这些页面到集合页，再到产品详情页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漏斗流失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分析。我们现在来到 GA4 后台，那我们在 GA4 后台，我们来到探索报告这里，那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空白的表格，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漏斗的这探索报告，我们点这里。我们进来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可以修改这一列的内容。这里有一个步骤，那我们可以点击修改步骤。这里有几步，我们第一步我们刚刚说了，第一步我们想看的是首页的数据。那我们首页首先可以怎么去定义？我们要用的一个参数是我们的一个 URL， 通过 URL 来匹配我们的一个页面。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删掉，比如说页面我们可以用那个叫做 page location， 这个 page location。 那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我们进来之后，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用哪个？我们可以想一下首页可以怎么去表达。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完全等于这个页面，我们先把后面的步骤删掉。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43K， 这个流量是 13K。 我们想一下这个表达方式是正确的吗？就是说我们完全等于，看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一个情况是，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推广、广告等等的。比如说你看到这个页面，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参数，我们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那这样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分类，我们要用正则表达式，这是第一个正则表达式。关于正则表达式，大家如果觉得有困难，我们可以用 AI 的工具去帮我们写，比如说 ChatGPT 等等这样的一个工具帮我们去写。那我这里有提前写好了一个，那我们放到这里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比我们刚刚的是多很多的，所以说我们刚刚那个表达式其实是不太正确的。我们其实要用正则表达式去定义我们首页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这个每一步我们都是可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叫做 homepage， 那这里就可以点下一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到集合页。集合页其实它的一个结构是比较的规范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好定义的。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包含，我们还是用这个参数，我们就可以用包含这个页面就可以。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给它命名。好的，那我们到下一步就是到我们的一个页详情页，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结构也是比较规范的，会包含 product 这个字段。好了，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漏斗步骤的一个创建。第一步就是首页，第二步是集合页，第三步是产品详情页。那可能首页这个情况会复杂一点，对，我们也可以借助 AI 的一个工具帮我们去写正则表达式来规范我们首页的一个流量情况。好，我们创建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应用。我们再看到这个步骤这里，我们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就会看到首页、集合页以及产品页的一个数据情况。那这里它是有一个 breakdown， 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些细分来看，我们是可以做的。那如果没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可以去掉。好，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从首页的用户是这么多，到集合页的用户是这么多，到产品页的用户是这么多，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步它的一个流失率是多少。那我们这里是活跃用户数，
这里有一个功能，这里有个开放漏斗，如果我们把它打开，我们看一下一个数据有没有变化。好，我们现在打开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个数据变化。那第一步都是没有变的，第二步我们会看到这里有2个数值，第一个是新增的，没有经过第一步，从第二步直接来的流量是有新增了 9.2K 的一个流量。第3步我们看到也是的，有新增 7K 的一个流量，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个需求，是看要不要把这个打开。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关于怎么去创建页面漏斗流量分析的一个教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